開場18秒，一拳轟飛日本悍將，他是令所有日本選手膽寒的一拳超人。孤身一人踏入日本擂台，面對滿場的敵意和陌生的語言，他卻像一把利刃，劈開了所有質疑。3戰3勝，3場終結。總用時甚至還不到3分鐘的時間，連續斬落3名日本本土選手，全部在首回合用重拳完成收割，如同秋風掃落葉般乾淨利索，輕鬆帶走200萬獎金，令東洋人俯首稱臣。當日本魔鬼8人賽的擂台上孤零零的出現了唯一一張中國面孔時，沒有人把這位00後的湖南小將當回事兒，甚至有人嘲諷他就是來湊數的。來到日本的首戰，湯豐的對手是日本老牌選手劉向。比賽開始的瞬間，日本選手就秀起了自己的迷蹤步，進攻態度相當積極，顯然是想要速戰速決。但那大開大合的進攻風格，在湯豐面前可謂是漏洞百出。雖然湯豐抓住了時機，拿到了一次可以上位壓制的機會，但由於比賽規則限制，不允許地面纏鬥，讓摔跤冠軍出身的湯豐少了一件趁手的兵器，也給了日本選手侥幸逃脱的機會。但比賽重新回到站立之後，日本選手非但不投降，還膽敢向我方還擊。湯豐被迫只能用雙拳送他進入到深度睡眠。右ストレートを使ってきた。出た。在湯豐瘋狂的肘擊進攻下，還不等日本選手投降，日本裁判早已護足的心切，宣布比賽結束。這一戰湯豐用時剛剛好1分鐘。雖然湯豐完成了一場漂亮的速殺，卻被日本人認為只是運氣好，蒙中了一拳而已。然而接下來這場對戰日本選手平川連鬥的比賽，讓所有日本人終於開始正視這位中國小將。和第一場比賽一樣，日本選手平川連鬥來勢洶洶，復仇意圖相當明顯。他全程步步緊逼，但湯豐始終沒有出拳。他不是膽怯了，而是在觀察。湯豐在觀察日本選手的進攻習慣，等待一個完美的出拳時機。早已被湯豐亂拳砸懵的日本選手，甚至都不知道比賽已經結束了。湯豐這一拳，無論是角度還是速度，都堪稱完美。隨後的地面補刀更是沒有片刻的遲疑和仁慈。正所謂湘軍出征，寸草不生。在拿下平川連鬥之後，就在當晚，湯豐迎來了自己第2個對手新田宗一郎。對手和湯豐一樣，都連續戰勝了2位對手，實力自然不容小覷。誰贏下這場比賽，就會帶走200萬日元獎金。然而，就當所有人都以為這將會是一場拳來腿往、實力相當的對決時，湯豐剛一開場就用重拳擊碎了所有懸念。比賽僅僅維持了18秒，湯豐一拳就將日本選手轟飛出了擂台，不僅讓全場日本觀眾鴉雀無聲，還將200萬輕鬆揣進口袋。此次東渡日本，湯豐幹碎的不僅是3名日本本土選手，更是徹底打碎了日本人對中國搏擊水平的偏見。注意看，一場中美對抗賽中發生了人人都不想看到的意外，400多斤美國大力士被中國巨人拳王一拳打斷脖頸，瞬間躺屍擂台。現場的急救人員趕緊把他綁上擔架送去醫院搶救。原本這場比賽只是一場普通的中美對抗賽，當着身高2.23米的中國巨人董建軍的面前，竟然大肆謊言，表示自己的拳頭將會是董建軍生前見過最後一樣東西，他會親手把董建軍打進墳墓裡。沒錯，觀眾朋友們，這哥們兒要揚言要把董建軍打死，而董建軍又是何人呢？我們注意看，眼前的巨人就是董建軍，他是我們中國有史以來體型最龐大的拳擊手，甚至比中國的大爆炸張之雷還要高上10多公分。他身高2.23米，臂展2.19米。我們別看董建軍5大3粗，但他卻精通中國傳統武術、散打以及跆拳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武痴。好，兩人站在一塊兒。這簡直就是大人打小孩啊，觀眾朋友們。那當然並不是我們想欺負他，但是沒辦法呀，我們就這麼高啊，天生的。好，比賽開始，中國巨人大戰美國大力士，看一下誰能夠先把對手 KO 掉。董建軍居高臨下，打得非常的舒服。美國的小胖子，別看他胖啊，但別說，觀眾朋友們啊，他還真挺靈活。
連續的躯幹搖閃也的確躲開了董建軍不少的進攻。但他的这個搖閃方式啊，太過於單一。如果董建軍改變作戰方式，開始打勾拳，那他可就要難受了。你看董建軍5大3粗，身形非常的壯碩，但他的步伐和拳法都相當細膩。這的確是我賽前沒有想到的。好，第一回合已經過去了一半的時間。美國的大力士蘭斯啊，他有渾身的蠻力，但是打不着啊。Or Las Vegas. He did fight Take a step back, both you. Dominic Brazil, the Olympian heavyweight, a couple years ago. But he's a part-time fighter where he coaches wrestling. In the summers, he comes out and just fights local fights. 美國的大力士蘭斯也想嘗試往裡打，但是發現啊，根本打不進來。Semi-pro football. Yeah, he's all over the place. Yeah, football game. So he sat out about a year. Sean mentioned working with Buddy McGirt. Understanding, explaining it's a project. Sean started boxing literally a year ago. Last March was his first fight. 前手把控距離，哦，后手倒了，倒了，比賽結束，裁判1秒都沒有猶豫，一拳只打到1拳就倒了。剛剛這場比賽的失利讓美國人相當不爽，所以說在第一時間又派出了一位實力悍將艾克斯來挑戰董建軍。我們看他依舊是一個白人選手。雖然說身材上來講呢，沒有蘭斯那麼肥，但是我們看他的身材啊，肌肉塊頭還真不輸董建軍。能感覺到他是想往裡衝，好像打內圍。哦呦，輕輕一碰，哈哈，輕輕一碰啊，又倒了。但還好，要比上一個美國的蘭斯要強一點，他不至於啊被一拳直接打上單將。還能站起來，還能繼續戰鬥。據說這個艾利克斯啊，曾到日本特意學習過日本的空手道啊，所以說他現在的拳法呢是來也空空，去也空空啊，這個哎呦氣勢如虹，就是打不着人，又倒了，又一次讀秒，短短不到1分鐘的時間啊，2次讀秒了，還能堅持嗎？我們看1分鐘的時間啊，打得滿身大汗，好漂亮，前手打到了，有點晃，哎呦，又倒了，啊，但這一下應該是被董建軍給按倒的啊，應該不是擊倒。好，比賽繼續，艾利克斯想發瘋的野牛，什麼情況？他想是摔我們嗎？現在美國的艾利克斯啊，他已經是完全失控了啊！他知道自己呢可能在技術上打技術啊，絕對打不過了，所以說便背水一戰，玩了命的啊，大力擺拳，哎呦倒了！這一下裁判你還怎麼包庇？比賽結束，裁判揮手了，因為這場比賽是沒有懸念，一回合3次擊倒。其實已經是5次擊倒，有2次裁判也算是包庇了對方一下。在感受到中方巨人董建軍的實力之後，這美國官方不得不重視起來，也不再派出白人，直接掏出了王牌——美國拳壇的黑人選手托米·華盛頓。的確，在世界拳壇啊，這個白人的戰鬥能力相對來講，觀眾朋友們只能說啊，一般，還得是黑人比較猛。像霍利菲爾德啊，像劉易斯，像泰森，這都是黑人。好，比賽開始，我們閒話少說。我們在身材上依舊是有着巨大的優勢啊，但別說啊，這個專業的感覺立馬上來了。我們看這個托米·華盛頓相當的靈活，雖然說肥肥胖胖。
臂力的把控以及他的摇闪都相当的顶级和专业。观众朋友们，并不是我们看这个黑人选手太矮，而是董建军太高了。以董建军这个身材放在世界拳坛打誰都是在身形上能够达到碾压，这是毋庸置疑的。要说我们欺负人，那没办法，我们就长这麼高啊。而且在世界拳坛呢有这樣一個規定啊，只要你的體重在100公斤以上都可以打，在身高上是沒有任何限制的。Put in perspective, Tyshawn with a size 18-foot shoe and 22-ounce gloves that were custom ordered for him. The headgear was custom ordered for him. The story goes that he went for his first physical. The doctor asked him if he had ever had a concussion. He said, "No, I've never been hit in my head. Nobody's ever reached." 其實我們要仔細看董建軍的步伐也相當細了，他練習過散打，所以說呢，這個腳步啊很細膩。而且還是我們不常見的小碎步。第一回合最後的1分鐘。我承認這個華盛頓啊，他的步伐和這個身法還是比較靈活，但是你光挨揍不還手，你躲得了初一，你躲得了15嗎？好了，這應該是一個讀秒。在第一回合還剩30秒鐘的時候，我們看托米·華盛頓現在已經是4腳着地，跪在了地板上。結束了，比賽結束了。3場比賽，沒有想到第3場打黑人選手也是如此痛快，對手甚至一拳沒出，還不如第2個的艾利克斯。好，3場比賽，您覺得哪一場更精彩呢？啊，反正3場都是秒殺，都是1個回合之內拿下。我覺得董建軍的實力是不弱於張之磊的，有什麼想法可以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咱們下期視頻開場就被凌空抽射踢倒在地，全場的韓國觀眾都激動到站起來鼓掌。武僧一龍一臉的生無可戀，而韓國主持人更是當眾煽風點火。好好親家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hina。然而接下來認真比賽的武僧一龍拿出了真正的少林功夫大力金剛腿，踢得韓國選手屁滾尿流、哭爹喊娘，甚至當眾尿濕了褲子。這一幕看得韓國觀眾一臉蒙圈，他們無法相信眼前所發生的一切。這個將武僧一龍踢倒的男人名叫閔永珍，自稱是韓國第一神腿。在比賽還沒開始之前，就嘲諷我們中國武術和中國足球一樣不堪一擊，還稱韓國的跆拳道才是世界第一武術。在我看來，中國功夫就像中國足球一樣不堪一擊。我將會證明跆拳道的強大。而這場比賽，觀眾朋友們，迎戰韓國第一神腿的選手便是我們的少林武僧一龍。我知道有很多人說呀，說一龍是什麼假和尚啊，說一龍是個騙子，說一龍啊沒本事。所以說呀，我們必須要齊心協力，一致對外。好，觀眾朋友們，雙方這一場少林功夫大戰韓國跆拳道的大戰已經開始了。賽開始了，東方是閔永珍，藍方是武僧一龍。那麼通過這個出場，我們已經親眼看到這個閔永珍是練跆拳道出身的。因為他穿這個身的道服出場嘛。武僧一龍我們不用多說。那麼今天從他這個留着小鬍子，我們能看到他想在2013年的比賽裡面有一種新的表現，有新的作為。我們可以看到，此時武僧一龍呢是一臉的生無可戀，而韓國的觀眾啊也都站起來激動鼓掌，因為剛剛這一下擊倒明顯是滑倒的啊，正常的裁判是不會判讀秒。客觀的因素所干擾，繼續全身心的投入比賽。武僧一龍這種抗擊壓能是非常強大，儘管我們看到這個閔永珍用他這個跆拳道的什麼旋踢動作啊，包括掃踢動作了、橫踢動作了，但是在武僧一龍面前，
一一化解。看，这是明永贞准备利用一个轉身後旋踢，被武僧一龍化解掉。要知道武僧一龍這個抗擊打能力啊！我就跟你講，你在啟動的時候，我啪一個近身。原來你明永贞。對手只是擊倒了一龍一次，而現在觀眾朋友們，一龍是成百上千次的在還給對手。雖然說一龍呢，他是名聲在外，有好有壞啊，討厭他的人有很多，但是觀眾朋友們，這討厭啊也得分場合。在韓國人面前，我看武僧一龍啊，那也是眉清目秀啊，那也是英姿�颯爽，那也是威武無比啊。好的，跪下來。這個封堵動作沒關係，繼續上。現在明永真的這個打到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他沒有拳法啊，他更多的利用這個旋踢腿的動作。你看他這個頭部的防守空檔太大太大了。此時此刻，台下的韓國美女觀眾啊，都心疼得不得了，因為這個閔永珍在他們的心中啊，就是男神啊，就是偶像。但現在他們的偶像閔永珍啊，都快被武僧一龍打成嘔吐的對象了啊！照這麼打，不吐啊，想不吐啊，都難啊。好，我們看一下慢動作，對方踢倒一龍的這一腳，一龍在還沒有倒地的瞬間，趕緊就站起來了，這完全是不是讀秒的啊？你看。趕緊站起來，但是裁判也是更快啊！趕緊過來說我要讀秒，這才是武僧一龍一臉生無可戀的原因。好，韓國的選手閔永珍，他的身上沒有任何鬥志的感覺，而你看一龍，雙眼當中充滿殺氣。上武僧一龍更加全面，我們看到這個閔永珍，你隨便傳送到你只有用腿法進攻，但是你這個上三路沒有任何的防禦能力和進攻動作，上三路下三路的自由的組合。來顯示你對手的實力，你靠單一的腿法進攻，想站在標點台上成為英雄，確實很難。你看一龍的掃手，브레이크인데 그렇죠. 하이킥 슬그머니 뒤로 피하고 있는 민영진. 민영진 선수는 항상 자기 오른쪽으로 크게 돕니다. 지금 이미 現在閔永珍已經不像在第一局比賽裡面。利用什麼後旋踢啦，旋風腳啊，對不對？橫踢動作已經沒有了。現在場上完全被武僧一龍牢牢的控制着。킥복싱이라든지 KO 룰에 맞춰서 하는 움직임 전혀 아니고。觀眾朋友們要知道，這個閔永珍啊，他可是跆拳道的冠軍啊，已經是韓國跆拳道的頂尖的選手了。但以他的實力，在我們中國恐怕中國武術界啊，參加少兒組，估計拿個獎啊，拿個第3啊，都有點難。武僧一龍說：“我踢，我踢，你不是跆拳道冠軍嗎？我踢，我踢，讓你知道中國功夫的厲害。我踢，我踢，讓你站不起來。”閔永珍倒下了。我們看情況，閔永珍應該是站不起來了。好，扶着圍城還想起來。現場的韓國女觀眾懵了。好，比賽結束，這場比賽真的是大快人心，下一秒就被武僧一龍的大力金剛腿踢的是屁滾尿流。那屏幕前的您覺得韓國跆拳道和我們少林功夫啊，和中國武術到底哪個更強呢？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咱們下期視頻再見。連續重拳20多次的重拳，手拿遠已經沒有機會了。荷蘭不敗天王向中國拳壇發起挑戰。警告拳法在一夜之間造成1死2傷，連贏3場。此消息一出，震驚了中國拳迷。有人說他的出現讓中國拳壇倒退了10年不止，因為他在中國長達5年時間裡沒有敗績，讓中國年輕一代選手通通打了個遍，橫掃一空，非死即殘。他就是阿爾伯特·克勞斯，一個在搏擊擂台被稱為殺戮機器的男人。巔峰時期的克勞斯橫掃了同級別全世界的所有高手，就連拳王波球也只能當他的墊腳石。但正所謂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罰。在巔峰待久了的克勞斯開始瞧不起任何人，甚至還公開蔑視中國選手。其實我不太理解為什麼中國人要打拳擊，明明都是一幫東亞病夫，我8歲的兒子都可以輕鬆擊敗他們。只要我還活着，恐怕中國人這輩子都無法擊敗我。見克勞斯如此的目中無人，中國小將李壯壯不顧家庭和團隊的勸阻，誓要為中國搏擊。
爭回一口氣，向克勞斯發起挑戰。好，我們注意看，雙方的比賽已經開始。紅方選手白色拳套壯壯這個小伙呢，他的這個人如其名啊，確實是比較壯。實際上，壯壯的家人和他的教練團隊啊是不希望他來挑戰克勞斯的啊，因為這個風險啊，觀眾朋友們太高了。打對方有可能會斷送職業生涯，而且一不小心啊，還有可能會丟掉小命啊，所以說風險太高了，不知道。但剛剛20歲剛出頭的李壯壯卻表示：“我寧可站着死，也絕不躺着生。”李壯壯現在應該，不僅僅是李壯壯，應該全世界，幾乎所有搞戰力格的都對克勞斯比較了解了。对。哎呦，漂亮！李壯壯要對頭部的防護要好一點啊。克勞斯這個拳法刁鑽可是出了名的。对。在克勞斯的面前，李壯壯顯得的確是過於的稚嫩啊，但是呢，敢上台打，我覺得啊，李壯壯已經贏一半了。比賽開始，我們看克勞斯呢是步步緊逼，他的步子咬得很緊，但李壯壯呢是邊推邊打，並沒有一味的啊這個單純的逃跑。之前有很多中國的小將輸給克勞斯啊，就是因為這一點，他追他就跑，然後呢就忘記反擊了，因此被克勞斯追着打，就像我們視頻當中啊開始那一幕。但是我們再看李壯壯，他還真有點引蛇入洞啊，這個吊着克勞斯進來的感覺漂亮，就打反擊。你喜歡進攻，那我就打反擊。像上一场鄭昭玉也是這種打法，對，而且鄭昭玉之前也是跟克勞斯打了幾次啊。對，是輸給了克勞斯，後來鄭昭玉還去和克勞斯一起訓練。對。比賽就是比賽，一定要吸取別人很優秀的地方。是。哦，漂亮，高手，失去重心。好，第一局比賽結束。好，第一回合看雙方的表現呢，觀眾朋友們啊，的確是偏慢啊，兩個人也是不着急也不着忙。畢竟來講，第一回合啊剛接手，也就是一個熱身階段，所以說呢，接下來第二回合，我覺得呀，雙方肯定會開足馬力正面對打，而且大概率的話，可能是李壯壯這一邊，我覺得可能會打得更兇一點。好，接下來準備看一下第二回合的表現，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這場世紀大戰。好，第二局。克勞斯今天這個右低掃的輸出還是比較多，對，效果還不錯啊。當時。對。頂膝。低掃，哎，漂亮前手的摆拳。虽然說比賽已經來到了第二個回合，但是兩個人的節奏啊依舊是不慌不忙，打得很穩。我覺得對於李壯壯來講，穩一點是有好處的啊，因為克勞斯此時已經38周歲啊，也就是39歲，而李壯壯20歲出頭，所以說呢，我們稍微慢一點啊，把對方的體能耗沒，第三個回合再發力也不着急。今天李壯壯的確在戰術上腿法的運用比較多啊，刻意的把控距離。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克勞斯這名選手他的技術特點就是喜歡在內圍上對你進行狂轟亂炸，讓你根本防不住啊，將你的防守當場打穿。好漂亮，好，再從身上跨過去，這樣一來很好的挫了一下克勞斯的銳氣。不斷的這種創傷會影響到李壯壯起自己前腿的掃踢。是。李壯壯有一次和孔令峰打比賽的時候，其實就是低掃換孔令峰的低掃。對，當時孔令峰是反架，
他彭林峰的后腿低扫呢，就是踢到李壮壮前腿内侧，对，所以当时对李壮壮是有一定打击的，对，影响非常大。对，转身圆拳，这是顺势的。李壮壮其實剛剛做前腿低掃，克勞斯也有低掃、中掃、高掃都有。對，連續的中掃就這種連續中掃，來了，對，就是這個，可以完全阻擋到克勞斯壓迫進來。對，李壯壯其實心態應該還是很放鬆的啊。是。現在的克勞斯。好，第二回合比賽結束，李壯壯今天的戰術我覺得非常的不錯。我們就是避其鋒芒，然後呢和對方打起這種迂回戰術，讓對方越來越着急。尤其在第二回合最後的半分鐘克勞斯真是着急了，因為他也知道第三個回合自己肯定是拼不過李壯壯。好，那接下來第三個回合就是好戲了，觀眾朋友們，就看李壯壯他在前兩個回合的鋪墊在第三個回合能不能有一個好的發揮。而且在拳球之內形成一個固定的一個體系。對，而且稍後出場的美麗死神，早期的時候偏俄式，在後期的時候也變的是荷蘭式這種歐式帶。第三局上來兩個人拳對攻，好漂亮，好漂亮，不錯，壓準，不錯，好，漂亮，打準，好。其實克勞斯有反應對，剛剛這一下打得很實。又是一個，對，這個叫一個半摔吧。克勞斯是有個換架了，現在。克勞斯是有個換架是的，現在是右手右腳在前了。克勞斯的左腿可能也是因為李壯的幾個持續的低掃很漂亮，小心他雖然用的少，但是他這個技術他會的，對，他並不是沒有這個技術儲備。哇，觀眾朋友們，這個克勞斯他的體能實在是太恐怖了。我以為他前兩個回合打得那麼兇，第三個回合肯定沒勁兒了，但是沒有想到第三個回合他依舊是在主動進攻。但有一點，觀眾朋友們，別看克勞斯打得這麼兇，但李壯壯的分數我敢保證絕對是不弱於克勞斯的。我們只不過是在戰術水平上，我們屬於這個邊對邊打以防守反擊為主。但有時打擊術這一塊，我覺得我更看好李壯壯多一些。現在幾次是前手同時的互換，這個就是能力問題了。你看克勞斯第三局換架一直保持到現在。對。頂膝漂亮。但是克勞斯防守不錯對。頂膝只是在手臂上。而且前手換後手，這個發力打擊都還不錯。對。李壯壯持續頂膝。最後階段，克勞斯把這個架勢又換回來了。後手拳不錯，壓得準。這個機會掌握的也好。對。頂膝，克勞斯的防守還是好，對，看得很準。頭部的防守最後幾秒鐘，頂膝。這一輪李壯壯的表現不錯好，這場世紀大戰終於結束。這位年輕小將李壯壯和克勞斯硬戰血拼了3個回合。好，最終的比賽結果，我個人感覺，我個人還是偏向李壯壯多一點因為有效的反擊打得相當的不錯。好，最終結果30比29 30-29 and your winner by 比賽結果。紅方勝 the red corner， 掌聲好，漂亮，漂亮，今天擊倒了，好手，又一次被擊倒。中國坦克邱建良又一次刷新紀錄，橫跨3個級別挑戰西班牙巨人伊薩查迪。強大的實力再加上無敵的拳商，揍得對手連滾帶爬，哭爹喊娘，徹底看殺老外。有請本場比賽紅方2014年 WRF 65公斤級洲際金腰帶，14年、15年泰國 S1 世界級金腰帶，16年 WRF 67公斤級世界功夫王者，2017年 GOH 羽量级初代世界级金腰带，目前世界排名第1，有請邱建良。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中國坦克邱建良橫跨3個級別挑戰西班牙巨人伊薩查迪的精彩對局。沒錯，這場比賽邱建良啊又來挑戰自己的極限，又來刷新自己的記錄了。而且這一次，還直接橫跨3個級別挑戰西班牙巨人。邱建良這真是既有實力又有膽量。但其實邱建良原定的對手呢，還真不是伊薩查迪，是一個來自羅馬尼亞的塞德里克啊。但是对方啊，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沒有辦法來我們中國參賽。邱建良乾脆就一不做二不休，挑戰自我，橫跨3個級別挑戰眼前的選手西班牙的伊薩查迪。好，對方的身高和臂展都相當的驚人，身高1.85米，臂展1.86米，这战绩27勝當中有25次 KO 對手。他的終結能力啊，相當恐怖。一上來就是低掃對手的重心。邱建良这个反應能力啊，和他的這個進攻實力是不用質疑的。對，邱建良我們非常熟悉，在場上呢是全傷，非常高的一位選手。對，尤其是他在場上靈活的步伐，還有線路的轉變，讓很多的對手啊，真是非常的頭疼。再加上現在他總是喜歡去挑戰自己原本不在的這個級別啊。是，有一句話叫山高人為峰，可能現在站在世界第一的狀態上來說，邱建良最大對手是誰呢？就是自己了。對，我們看這個伊薩查迪呢，無論是在身高上還是在臂展上啊，這的確肉眼可見啊，高了邱建良太多了。對方的進攻範圍相當的遠，尤其是我們看對方的2條大長腿，哇，非常的長。但是話說回來呢，邱建良的腿法好像真沒服過誰啊！27勝當互相掄拳，25次 KO。對，剛才實際上查迪是想要去摔邱建良，對，但是要摔邱建良可不容易啊，那可是。現場的觀眾又響起了熱情的為邱建良加油的聲音。漂亮。因為其實剛才跟大家介紹的是伊薩查迪 KO 率不是很高，是極高。對，27勝當中25次都是 KO。然後看伊薩查迪每一拳，為什麼他總是倒在地上？因為他每一拳都是把自己身體就會掄出去的這種拳。的確，這個伊薩查迪啊，他的確身高夠高，力量也夠足，但是有一點他重心是相當不穩了，這是個子高的選手共有的一個缺點。好，現在對方是有點暈啊，後手打中了，轉身後擺，連續的大力擺拳。伊薩查迪有點招架不太住哦，飛膝。這一連串的兇猛進攻，哇，這一下直接扔出擂台。對，這個。因為這個伊薩查迪啊，看到對手進攻很猛，所以主動選擇去纏抱。對，邱建良直接把他一個帶摔出去。雙方可以說一個先犯規在先，然後另外一個以犯規來報復。這個屬於這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這樣一個狀態。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雖然說邱建良今天啊是橫跨3個級別挑戰的對手，但是從局面上來看，我是絲毫感覺不到對方有任何優勢，只是看起來在身形上是有優勢，但真打起來的時候啊，差了3個級別，邱建良打對方啊，依然像打玩具一樣。好，第二回合開始了。而對於邱建良來說，其實這場比賽的備戰呢，後手漂亮，轉身後漂亮。哇，邱建良的這個轉身的回旋踢啊，是非常的炫酷。對。這個比賽其實看起來是非常賞心悅目的。一個呢，我們看到了伊薩，他是一個進攻火力非常足的。對，我們可以用。這邊剛才襲擊。邱建良這邊主動選擇纏鬥，應該是，被對手打得有些暈了。對，果然這場比賽橫跨3個級別呀，還是不能夠太過於輕敵。剛剛邱建良吃到了對方一個非常兇殘的飛膝，現在的話是用自己靈活的步伐來拖一下時間。從而來緩解一下自己的眩暈呢，能感覺到啊，狀態是有點暈的。什麼時候邱建良開始主動反擊啊，說明他已經是緩衝完畢。上面提醒不要纏抱，邱建良也要打得更警醒一些。對手剛才頂膝啊，威脅很大。漂亮，直接踢到了對手的支撐腳。但是對於邱建良來說，現在呢，在場上我們看到。應對的方式還是非常的科學的，轉身後漂亮！
伊薩還說不是被踢倒的啊，是脚下滑倒的，在纸地上。好，对于邱建良刚刚这一下神龙摆尾的读秒，伊萨查迪表示说呢，有点不服。他的意思是说呀，地板上有水，他一不小心自己滑倒的啊。好，你看他身体很诚实，像一块磁鐵一樣啊，啪的一下就吸住了邱建良。這說明伊薩查迪現在他有點發暈。審美的變化，好的，告白。轉身，哦，兩個人打得太漂亮。邱建良今天是遇到了一個火力很猛的選手，所以他也把自己的火力完全發揮出來。哇！我們誇讚過對方的雙腿夠長，但是長歸長啊，觀眾朋友們，這也不經踢呀，越長越不經踢。好，我們看伊薩查迪還是通過摟抱來緩解邱建良的一個進攻節奏，裁判對他進行了警告。第二回合還有最後的10秒鐘啊，又還是現場觀看上都是非常有視覺衝擊力的。裁判再次提醒伊薩不要纏抱。兩人換正燈。對，說實話，這個殘暴他已經是吃了好幾次虧了。對，被邱建良帶摔出過擂台一次。好，觀眾朋友們，第二回合比賽結束。邱建良今天的表現，觀眾朋友們，我只能用無敵2個字來形容了。要知道，今天雙方可差了3個級別，邱建良依舊是能夠橫推碾壓對手。沒辦法了，因為在同級別啊，羽量級別，邱建良已經是沒有對手可打了，也沒人敢和他打。但這場比賽就不一樣了，伊薩查迪聽說呀，邱建良是世界排名第1啊，心想這撿漏的機會不來了嗎？我大你3個級別，無論怎麼打，都可能打贏啊。但現在事與願違啊，他接邱建良的比賽啊，是他這輩子做過最錯誤的一個決定。哇哦，邱建良直接掃中斷對手連續的左右擺拳，防守報價非常的穩健。高掃，剛才是連續中掃之後啊，來欺騙一下對手，直接換了高掃。但是伊薩的防守也是很嚴謹。是，我們看邱建良呢，在場上的在進攻的時候呢，有很多的這種動作，包括眼神去迷惑對方。伊薩呢抱怨幾句，但是你去纏抱對手，對手來打你，那有什麼辦法呢？是。裁判又提醒第2次，不要纏抱。後手，高掃，將擦過，漂亮！別人都是左右擺拳，到了邱建良這兒，觀眾朋友們變成了左右擺腿，左右開弓。好，把伊薩堵在角落，瘋狂的打擊對方的身體。好，飛膝打開防守，伊薩有些暈了。哇，伊薩還沒有從這個神圈出來。所以說，你也不用覺得伊薩狼狽，因為他面對的是誰呢？是世界第1邱建良。對，儘管邱建良不在自己熟悉的這個體重級別，但是依舊打得非常的有霸氣。剛才上勾打中，伊薩眼神一度有所渙散。是。右掃至尊腿，在倒地之前被對手又挨了一拳。是。你看這掃了之後，有點已經站不起來了。對。直接擊倒了，直接擊倒了，是一個前手的平勾。我們看腳下已經發軟了。不得不想，觀眾朋友們，這個伊薩呢還是相當的頑強，他知道自己啊100%會輸，但是他不想輸得太難看啊，寧可呢點數判定輸，也不想被 KO。開進去連續的前伊薩要反擊，否則裁判會叫停比賽的。現場的觀眾朋友已經沸騰了。伊薩這個頑強的支撐能力啊！再來踢支撐腿，後手又一次被擊倒。裁判覺得這是被推倒的，所以沒有讀秒。是，但是伊薩你看起來就是因為他的這個前腿啊，被連續的這個擊打之後，顯得非常的難以支撐。好的，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終於結束，邱建良橫跨3個級別和西班牙的巨人啊，這個對轟了3個回合，雙方打得都很精彩。原本伊薩查迪想撿個漏啊，想踩着邱建良上位，但是沒有想到，反倒是成為了邱建良的墊腳石。好，最終結果沒有懸念，讓我們恭喜邱建良獲得比賽的勝利。對這場比賽你有什麼看法？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咱們下期視頻再見。比賽結果，紅方勝。邱建良獲勝。